濟南川的白月光偷走強放射性材料，我面臨牢獄之災。我找到偷東西的人，林洛兒抵死不認，就連相愛多年的男友也拒絕為我作證，只想將我送進監獄。可他們不知道，我是國家秘密研究所的研究人員，更不知道他們偷走的東西是強輻射源，能輕輕鬆鬆要了他們的命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。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將轉運的工作物資暫放在家中，不過1個晚上，東西就不翼而飛。彼時濟南川在外地，擁有家裡鑰匙的只有和他關係匪淺的林洛兒。我不敢馬虎，第一時間報了警。林洛兒被叫到警察局，整個人還驚魂未定。桑榆姐，我知道你討厭我，那也不能什麼髒水都往我身上潑呀。濟南川情緒激動，桑榆，因為你，洛兒都流產了，你怎麼還不肯放過她？因為我，他怎麼能說得出口？前些日子我出差回來，撞見他和林洛兒躺在床上，倚靠在一起挑選母嬰產品。我二話不說要分手，濟南川死活不同意。倒是林洛兒消失了2天，再出現時臉色蒼白。桑榆姐，我把孩子拿掉了，你不要再怪罪哥哥了。一招以退為進，讓我和濟南川岌岌可危的關係變得劍拔弩張。但現在不是計較個人恩怨的時候。我告訴民警，丟失的192是致命放射源。民警聞言也嚴肅起來，這麼危險的東西一定要找到，如果誰拿了，現在就交出來。偷到這東西可是要判刑的。他銳利的視線掃過面前的幾人，聽到判刑，林洛兒頓時哭哭啼啼起來。濟南川也急了，洛兒是公眾人物，不可能做這種事。我們有監控，林洛兒是網上小有名氣的帶貨主播，確實靠輿論吃飯。出於安全考慮，我們之前在家門口樓道安裝了監控。但聽到濟南川自信的語氣，我不禁眼皮一跳。監控畫面裡只有我進出家裡的身影，沒有林洛兒，連個路過樓道的人都沒有。這不可能，我脫口而出。而林洛兒和濟南川一臉早有預料。我蓦然意識到這是個陷阱，恐怕他們事先對監控動了手腳。果不其然，濟南川抬手指向我，義正言辭：“是你！”賊喊抓賊，監守自盜。原先擁抱我的手臂，現在筆直地指向我。我迎上他的眼睛：“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如果我被認定為監守自盜，是會面臨牢獄之災的。他已經恨我恨到這個份上了嗎？”桑榆，你不該污衊洛兒，你自己做的孽就應該承擔後果。濟南川一開眼，視線不禁落在林洛兒腹部，神色滿是痛楚。他這是把林洛兒流產怪到我的頭上了。他真的有這麼喜歡孩子嗎？我心裡一陣抽痛。曾經我們也有過孩子，在他爬雪山失聯時，為了找他，我在雪山上一腳踏空滾落下來，身下都是血。那時他抱着我痛哭流涕。如今怕是都忘了吧？局面僵持之際，一個戴着金邊眼鏡的男人從外面走進來。師兄，裴旭對我點點頭。我從研究所帶來了檢測設備。民警當即拍板，檢測設備也到了。事關重大，地毯式搜索。什麼意思？林洛兒正摸不着頭腦。警察沒工夫理他，帶上裴旭雷厲風行出了門。以我家為半徑，連夜將附近地區都摸排了一遍，連林洛兒家也在檢測範圍。這架勢看得濟南川直抽泣。他把我拉到一邊：“你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？丟了個小東西，怎麼會這麼大陣仗？”因為工作單位保密，我一直沒告訴他。重大機密，丟的東西會殺人，不想死就早點交出來。
少來嚇唬人。林洛兒接了話，要是真有你說的這麼危險，你監守自盜不是罪加一等？被他一打岔，紀南川動搖的神色又堅定下來。洛兒說的沒錯，直到現在，這兩人還一副狀況之外，以他們的學識水平，怎麼說都不信邪。找了一個晚上，裴旭收起設備，沒檢測到，推測東西還被封裝在鉛盒裡，希望不會有人想打開它。民警也筋疲力盡，這也算是壞消息裡的好消息了。林洛兒緊繃的面容放鬆下來，東西根本就沒丟吧？是某人撒謊掩蓋盜竊的真相。紀南川隨之附和，監控只拍到了一個人，鐵證如山。沉默蔓延，裴旭輕輕拍了我的肩，研究所決定追究到底，不過我相信你會沒事的。我朝他投去一個感激的目光，民警也利落地立了案，而我作為負責人，弄丟危險物品，給公共造成安全威脅，又有監控指證，成了本案唯一的嫌疑人。你們很開心嗎？聽到被拘留的結果，我問相視一笑的兩人。林洛兒驕傲地抬起頭，殺害我孩子的兇手就要坐牢了，我不應該開心嗎？你也是這麼想的嗎？我看向那個朝夕相伴多年的男人，我怎麼想的重要嗎？你逼洛兒流產的時候，在乎過我的想法嗎？那雙充滿仇恨的目光，看向的不是愛人，是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敵人。對上這雙眼，哪怕我已經再三告誡自己，那個為了給我出頭和尾隨我的混混以命相搏的男人已經死了，心臟卻仍舊忍不住一陣抽痛。我垂下眼，再抬起頭來，心裡最後一絲眷戀也隨風而散。既然他們為我的牢獄之災歡欣鼓舞，那我也不再留情。把手機交上去前，我簡單操作了一番。裴旭看了一眼，準備反擊了。再不反擊，我不成了人人揉圓搓扁的包子了嗎？我火速將我們之間的情感糾葛按照時間線整理好，發布在網絡平台上。因為規範的論文結構、嚴謹的行文，搭配勁爆十足的標題，很快就引爆了吃瓜熱潮。而紀南川和林洛兒還一無所知，沉浸在成功陷害我的激動裡。進去之前，我朝紀南川和林洛兒展開一抹笑意，別太得意了，記住你們現在陷害我的樣子，畢竟再過不久，你們會用鮮血為代價證明我的清白無辜。既然他們活膩了，連192都敢偷，那我就等着他們自食惡果。兩人只當我虛張聲勢，高高興興攜手離開。但僅僅是一晚上，紀南川就提出要探視我。聽說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但我一律拒絕和他會面。3天之後，裴旭繳足保證金，給我辦了取保候審。再出來時，局面已經天翻地覆。紀南川抱着一捧玫瑰花上來就要拽我，被裴旭一把攔住。裴旭投來詢問的目光，我輕輕一笑，沒事，讓我和他談談吧。談話地點在咖啡廳。紀南川將花束強塞給我，一點沒有幾天換了2副面孔的尷尬。桑榆，我們即將面臨幾年的異地戀，趁現在還能見面，冰釋前嫌，好好相處好嗎？我氣笑了。他把我要坐牢的時間稱為異地戀。我推開那束花，你要是不會說人話，我現在就走。紀南川只能表明來意。你前幾天發的論文給洛兒造成很大的困擾。拿到手機後，我迅速了解了一番輿論。網紅主播林洛兒之3當3，陷入鋪天蓋地的負面輿論裡。這幾天他日子可不好過，所以呢，我雙手環胸，掃視四周。隔壁桌的女人戴着口罩，壓低帽檐，看身形是林洛兒。她放在膝蓋上的手掌布滿紅疹。再一看紀南川，
他時不時咳嗽幾聲，我心下一驚，這是輻射病的症狀。看來他們打開了裝着192的籤盒。紀南川開口：“我希望你能公開向洛兒道歉。你發文承認我和洛兒交往多年，而你出於嫉妒編造了謠言。我懷疑自己聽錯了，你是要我承認我才是那個插足不成陷害原配的小三。”紀南川安撫：“一個虛名而已，只要我們相愛，這都不算什麼。再說之後你能躲進監獄裡，幾年後等你出來，誰還能記得這事？洛兒不一樣，他是要面向公眾輿論的。”啪！沒等他說完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厚顏無恥！清脆的巴掌聲響起，驚得咖啡廳的客人們探頭看來。紀南川猝不及防挨了一記，氣急敗壞起來：“桑榆，你在取保候審期間鬧事，就不怕我現在報警把你送回去？”我隨手抄起熱咖啡潑了他一身，有功夫威脅我：“不如去醫院看看，我怕你活不過這個冬天。”紀南川暴跳如雷：“你除了咒人還會幹什麼？”他要抓我的衣領，眼前突然出現一條手臂，強有力地把紀南川提起丟開。他說的不是詛咒，是事實。裴旭高出紀南川一個頭，低頭逼近的時候極具壓迫力。紀南川情不自禁後退2步：“怎麼又是你？”他狐疑的目光在我們之間逡巡。“你平時說的工作保密，一消失就是幾個月，就是和這個男人待在一起的吧？你們早就睡過了吧？在洛兒面前裝什麼受害者，真讓人惡心。”裴旭抬起手，一拳把紀南川打翻。旁邊裝路人的林洛兒終於坐不住了，驚呼一聲撲過來，扶起紀南川：“你們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，就不怕我們報警嗎？”我蹲下身，輕輕拂過他的髮梢，幾根髮絲脫落在掌心。“你都脫髮這麼嚴重了，去醫院看看吧，說不定做完檢查出來，你再也不敢報警了。”林洛兒拍開我：“神經病，我不過是風寒感冒，又讓你演上了，好心當成驢肝肺。”我不再理會他們，拉着裴旭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。外面下雪了，冷風吹散了心底的燥熱。“對不起啊，師兄，害你被瘋狗咬了。”“不用在意。”裴旭雙手插兜，和我並肩走着，他聲音冷靜：“他們身上出現了病症，你會心軟嗎？”我停下腳步：“原本是會的。192對人體有害。我反覆警告過2人，可他們只當我在嚇唬人，一心只想陷害我。腳下晶瑩的雪花和泥淖混在一起，髒污不堪。我一腳邁了過去。現在我只想助他們求人得人。”當天晚上，林洛兒開了直播，她對着鏡頭聲淚俱下：“我沒有當三，我和我男朋友早就認識了。至於桑榆，他前幾天監守自盜，還倒打一耙污蔑我偷他東西，還好有監控證明我的清白。他過不久就要坐牢了。一個罪犯預備役說的話，真的可信嗎？”他哭得可憐，為了挽回聲譽，演技大爆發。吃瓜群眾積極吃瓜，什麼論文姐是罪犯，編的吧？渣男小三被錘死了，就轉移話題，人身攻擊論文姐。只有我想知道偷的什麼東西嗎？我喝着奶茶，複製這條評論，刷了一下屏。林洛兒在滿屏質疑和攻擊中，選擇回答這個看起來很安全的問題，說是119什麼的，一個很裝的詞。他還嚇唬我說那東西能要人命，說得神乎其神地威脅我。林洛兒說着說着，突然捂住嘴，一陣乾嘔。有網友看出了門道：192，我靠，這玩意誰敢偷？樓上大佬求科普，這是什麼？不用知道它是什麼，只需要知道這玩意兒戴在身上2個小時就會得輻射病，剔骨刮肉都是輕的。
這條評論剛發出，就被突然爆炸式刷屏的彈幕淹沒。直播間所有人都看到，林洛兒突然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屏幕外傳來紀南川焦急的聲音：“洛兒，你怎麼了？一陣刺啦！”有人絆倒了電源線。直播結束，網友們都驚呆了，都在好奇林洛兒直播暈倒後續。偏偏當事人全網賬號陷入沉寂，讓事情顯得更為詭異。與此同時，紀南川撥通了我的電話：“桑榆，你立刻來醫院一趟。”“去醫院幹嘛？給你送終。”電話那頭一上火，傳來劇烈的咳嗽：“我沒死，都快被你氣死了。洛兒出事了，你要是還有點良心，趕緊過來。”我倏然掛斷電話。良心是什麼？沒聽說過，但我的好奇心熊熊燃燒。2分鐘後，我默默坐上了去醫院的出租車。病房裡鬧得正兇，我上網上查過了，用不着截肢。你就是想騙我做大手術，好拿提成吧？林洛兒歇斯底里叫囂。被砸了的醫生無奈：“你的手遭到的輻射最嚴重，輻射粒子會持續破壞細胞組織，截肢是為了保命。”我探頭一看，林洛兒裸露在外的雙手，皮膚已經紅腫潰爛，看起來觸目驚心。林洛兒一聽，哭得更厲害了，這可把紀南川心疼壞了。他蹭地站起來，拿着水果刀比劃：“你這黑心醫生，要是敢讓我女朋友截肢，我也砍了你的手！”醫生臉色一變，病房陷入死一般的沉默。我看不下去了，用力敲了敲房門：“喂，你讓我來醫院，是幫忙報警的嗎？”紀南川正是氣頭上，陰沉地盯着我：“你才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，是你把洛兒害成這樣的。要是洛兒有個3長2短，我跟你沒完！”眼看局面失控，林洛兒的主治醫生深吸一口氣：“都別吵了。”他轉向紀南川：“還有一個保守治療的方案，剔除病變的表皮，移植新的皮膚，這樣不需要截肢。”我就說醫院就是想坑錢，嚇他們一頓，果然老實了。紀南川滿意地放下水果刀，林洛兒被他哄得破涕為笑。醫生默默聽着，默默離開病房。我看完了一場自作聰明的鬧劇，逗完了醫生。紀南川騰出空來，將矛頭直指向我：“洛兒的治療費用就讓你來出吧。”我聳肩：“憑什麼？我是你祖宗嗎？就憑你是個殺人犯？”我好奇過他們會做什麼，但我委實高估了他們下限。前有誣陷我監守自盜，後又說我是殺人犯。我人在家中坐，黑鍋是越背越多。為了逼我承擔治療費用，紀南川和林洛兒早有準備。他們得意洋洋地打開手機，讓我查看相關詞條。我這才發現，林洛兒直播暈倒，在網上釀造了一場新的風暴。直播切片被營銷號發散，搭配上煞有介事的解說，引導網友，讓人懷疑背後深藏陰謀。評論區從一開始的好奇，漸漸變成了各種推測。其中一條評論尤為顯眼。時間線梳理：先有林洛兒和論文姐感情糾紛，後有論文姐監守自盜，好巧不巧丟的192會治病。之後林洛兒直播暈倒，合理推測論文姐借192隔空殺人。這段充滿陰謀論的評論，正好擊中了看客們的獵奇心理，被網友到處複製粘貼，邏輯閉環了。破案！我的天，好嚇人啊！見證了一場高智商犯罪。林洛兒再怎麼樣，也只是道德問題。論文姐至於傷人害命嗎？突然理解她男友了，和這種人生活在一起太可怕了。網絡水軍瘋狂帶節奏。桑榆這個名字已經和殺人犯罪掛鈎，就連紀南川出軌林洛兒當3，都被重新解構成救贖文學。
濟南川成了受我脅迫的可憐人。遇到林洛兒小天使之後，勇敢從瘋魔女身邊逃離。這峰回路轉，這跌宕起伏，這顛倒黑白的創作能力，驚呆了我這個憋不出一句詞藻的理工狗。你倆咋不去寫小說呢？你把我害成這樣的，不應該賠錢嗎？趕緊把錢交了，否則我就報警說你故意殺人。濟南川也不甘落後，你識相點，我們就高抬貴手，讓你少坐幾年牢。不愧是吃網絡飯的，這一手輿論倒逼，玩得爐火純青。我轉過身，露出被擋在身後的人。在門口聽完全程的2個警察臉都綠了。你們這是敲詐勒索！濟南川和林洛兒得意的表情僵在臉上。來之前我就通知了警方，丟失的192還沒找到，林洛兒就患上了輻射病。這條新線索警方不可能忽視。警察同志，誤會，我們就是在和桑榆商量賠償的事。就是啊，肯定是他把192放在我身邊害我，不然我怎麼會得輻射病？警察問林洛兒，他是什麼時候讓你和192接觸的？林洛兒想了想，16號晚上，那是我抓奸他們當天。我提醒他，192是從18號才被我轉運到本市的，那就是18號。我是受害者，怎麼會記得這麼清楚？濟南川也說，監控裡明明只有你一個人進出，不是你還能是誰？他們對着警察胡編亂造，胡攪蠻纏，怎麼強調192的危害性，他們都聽不進去。警察掃視了我們3人，視線落在濟南川身上，冷不丁地說了一句，我們會把你們上次交上來的監控視頻送去進行技術檢驗，看看有沒有被人為修改的跡象。2位警察也不耽擱，說完就走了，留下濟南川臉色發紫，狠狠喘息，整個人冒冷汗。這狀態，估計他也離發病不遠了，怕被沾染上病氣。我後退一步，把門關上。不出所料，濟南川也病倒了。肺部受到放射性物質的影響，引發病變，導致呼吸困難，又是輻射病。警方接到醫院上報的信息，再一次請了培訓。他們穿戴專業的防輻射服，拿着搜查令，把林洛兒和濟南川的家翻了個底朝天。遺憾的是，依舊什麼都沒找到，而2個當事人依舊拒不交代，口口聲聲說是我害他們。林洛兒做完皮膚移植手術，又開始活蹦亂跳。時隔多日，他終於在網上露面，以受害者的姿態開播，承認了網上的陰謀論，就是大家猜的那樣。我和我男朋友快被桑榆害死了，可他還是能在外面興風作浪。我不理解這個世道是怎麼了，言辭之間盡是底層小老百姓被迫害的無奈。直播熱度高漲，一時衝上熱搜。趁這波熱度，林洛兒話術一拐，正想借機帶貨，美美賺一筆。一個連線申請讓直播間所有人一怔，這賬號好眼熟，是論文姐桑榆。我去，他竟然來了，太精彩了！林洛兒快連線，我要看打起來。網友沸騰了，直播間人數飛漲，都是來直播兌現的。林洛兒看着熱度，笑得合不攏嘴，接受了連線申請。這是我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面前。林洛兒先下手為強，不遺餘力攻擊我。桑榆，既然你有膽子來，那你敢不敢當着網友們的面回答這幾個問題？因為你我做了流產，冤枉你了嗎？我說你監守自盜被拘留，現在也只是取保候審，冤枉你了嗎？你帶出來的192，害我和季哥哥進了醫院，冤枉你了嗎？連着3個質問，他越說越激動，越說越悲憤，網友都被他的哀痛震撼。他深谙如何挑動看客的心理，
幾個問題下來，大部分人情不自禁站在他那一邊。直播間滿屏都是對我的詛咒。我輕笑了一聲，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，而是當着眾人的面點開了一條鏈接，鏈接跳轉到一條0讚0評論的帖子，標題是在醫院偶遇了網紅小姐姐，配文：姨媽推遲半個月，慌死我了。一來醫院，發現排我前面的小姐姐都3個月沒來了。醫生說是熬夜惹的禍，就是她長得好像某個網紅，而配圖清清楚楚就是林洛兒的臉。我發出靈魂質問：你都沒懷孕，流哪門子的產？直播間一片嘩然。我又點開另一個視頻，這是他們交給警方的監控視頻，但這次的畫面多了其他的內容。監控拍到，在我離開屋子之後，林洛兒從電梯出來，掏出鑰匙打開緊閉的屋門。幾分鐘之後，她捂着口袋裡的東西，鬼鬼祟祟走出房門，坐電梯離開。視頻還沒放完，林洛兒就飛速結束了連線，把我踢出直播間。在滿屏的問號裡，一聲不吭，光速下播。裝死是網紅和明星們的慣用伎倆，只要不回應，等熱度自然下降，事情就過去了。被愚弄的網友氣炸了，可能是風俗不同吧。我們這不把月經失調叫做流產，原來192是自己偷的，那得輻射病，不是活該嗎？桑榆好慘，差點被渣男小三整進監獄。第一次吃瓜，吃得這麼惡心。經過警方技術還原的監控視頻，徹底洗清了我的嫌疑。我和林洛兒的處境逆轉，她成了偷盜192的嫌疑人。濟南川證據造假和包庇的事情也暴露無遺，只差找回贓物。這一次，濟南川沒有再替林洛兒隱瞞。根據他的供述，警方和裴旭穿上專業防護服，在林洛兒家裡的花園底下挖出了192，那看起來是一條普通的金屬鑰匙鏈。裴旭將192重新封裝，帶回研究所處理。濟南川解釋，我們就打開過一次，在客廳放了2個小時，就是這2個小時，讓和192共處一室的2人遭受了大量輻射。案子水落石出，警方發布了官方通報。這下林洛兒在網上是徹底翻不了身了，大量掉粉不說，之前帶貨賣出去的訂單也遭遇大量退貨，合作商家損失慘重，紛紛向林洛兒索賠。我們幾個人都被叫到警察局重新做筆錄。林洛兒邊哭邊罵：濟南川，你是腦子有病嗎？要不是我出錢養着你，你那點死工資看病都不夠，你個軟飯男哪來的底氣出賣我？都是你自作孽！濟南川暴怒：是你編造懷孕流產，害我跟桑榆分手，也是你非要偷東西，害得我肺部都壞了。醫生說，殘留在他體內的放射性物質還會持續性破壞內臟，無法預測下一步病情會如何惡化。林洛兒抱着自己的胳膊笑：是嗎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濟南川也反唇相譏：你以為就我一個人受罪嗎？你雙手都保不住了，蠢貨！本來醫生就建議林洛兒截肢保命，被濟南川醫鬧威脅，才改成移植皮膚。說好聽點是保守治療，但只是延遲了截肢的時間，改變不了結果。林洛兒傻眼了，要不是有警察拉着，2個人差點在警察局打起来。同樣是嫌疑人，他們和我的待遇天差地別。我當時還進去了幾天，他們1天都沒進去，不是因為幸運，而是因為他們病情發展迅速，已經離不開醫院了。警方也只能讓他們就醫。洗清嫌疑後，我一身輕。自從進了研究所，就忙得像牛馬的我，
這段時間算是放了一段假。看完午夜場電影回來，家門口漆黑的樓道蜷縮着一個身影。紀南川垂着頭坐在地板上，鬍子拉碴，神思恍惚，身上還穿着病號服，顯然是從醫院偷跑出來的。終於等到我回來，他搖搖晃晃站起來：“你去看電影了？”他盯着我抱着的爆米花桶。之前你說有部電影很想看，我們還約好了一起去，你怎麼沒等我？結果等我休假回來，就抓到他和林洛兒躺在床上。我眉頭一皺，看電影只需要戴眼鏡去，用不着帶另一個人。以前總覺得自己看電影吃火鍋是孤獨的表現，現在才發現哪有什麼不可或缺，精神富足就不需要向外界索求。紀南川苦笑了會，深吸一口氣。醫生說我情況很棘手，讓我轉院到省醫院，他們治不好我。你能不能幫幫我？他話語裡滿是惶恐不安。我手一攤，醫生都沒辦法，我能怎麼辦？你可以，你不是專業人士嗎？你們肯定有研究過輻射這種東西。桑榆，我實在是沒辦法了，看在我們相愛多年的份上，幫幫我吧。我真是要被他的無知整笑了，就沒忍住笑了出來。正因為我了解輻射，所以從一開始就警告過你。你要送我進監獄時，我說過，你們會以鮮血為代價為我洗刷冤屈。當時你無動於衷，現在來跟我談感情，你配嗎？紀南川徹底破防了。憑什麼我落到這個地步，你卻悠哉悠哉，什麼事都沒有？要不是你，洛兒也不會出馊主意，我也不用進醫院。他嘶吼着從背後掏出刀子撲上來，想要和我魚死網破。我把手裡的爆米花桶砸過去，拔腿就往樓下跑，卻被瘋狂的紀南川抓住衣擺，手臂被劃了一道。我一吃痛，抬腿踹向他顫抖的下盤。被輻射病折磨而身體虛弱的紀南川一個挨不住，腳一滑，滾下樓梯，狠狠撞向牆壁，半天沒爬起來。他捂住砸破的腦袋哀嚎，自暴自棄，躺在樓梯底下痛哭失聲。桑榆，你怎麼忍心這麼對我？怎麼忍心的呀？我按住出血的手臂，利落掏出手機打110，默然俯視他狼狽的模樣，問出了很久以前我一直想問的話。那年雪山，你看到渾身是血的我，又是怎麼忍心的呢？紀南川蓦然睜大了眼。當時聽說他在雪山失聯，我很着急，執意跟着搜救隊伍一起去找他。一個不慎，從雪山滾落，下身出血的時候，我才知道自己懷孕了，又流產了。紀南川安慰我說，我們以後會有其他孩子。我好不容易從悲痛走出，卻從搜救隊伍裡聽說，他們在我滾落的地方附近發現了紀南川的帳篷。他當時正和另一個女孩在一起，他們在那個安全的背風處搭帳篷，白天打雪仗，晚上看星星，哪有什麼失聯，只是不想被外界打擾而已。他們目睹了我摔下來，看到我大出血，卻什麼也沒做。聽說他們是在雪山上邂逅的，聽說女孩下山後就離開了。我沒能見過她，但也能忘記她。那之後，只要紀南川一靠近我，我就渾身犯惡心。我開始瘋狂工作，恨不得24小時都待在研究所。一旦閒下來，我就難以遏制心裡的恨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紀南川的手機裡發現了一個叫洛兒的聯繫人，直覺告訴我，這就是那個在雪山腳下消失的女孩。很快，他們就被我抓姦在床。紀南川喃喃道：“原來你知道了，你故意的，你故意把192帶回家，引誘洛兒偷走。這從頭到尾就是你的圈套。這世上怎麼會有你這麼歹毒的人？”我輕輕一笑，我可沒做錯任何事，我只是告訴紀南川，
我的工作很特殊，不能犯一點錯。東西不是我偷的，監控不是我動的，網絡上的謊言也不是我編造的。我甚至反覆提醒他們那是輻射源，還好心建議他們去醫院。我是個完美的受害者，任何人都挑不出我的錯處。如果不是他們的惡念和無知，事情也不會走到這一步。警察趕到現場把他帶走的時候，他突然驚醒一樣，瘋狂掙扎起來，指着我大喊大叫：“你們應該抓他，他是故意的！桑榆，你這個殺人犯，你怎麼沒死在雪山？”我冷眼看着他發瘋，看着他被強行押上車，車門一關，隔絕了他絕望的叫喊。一陣寒風吹來，捲起地上薄薄的積雪，一如當年雪山上混着血的雪，壓在我心裡，一日復一日。如今終於被風吹散了。192被盜一案基本結案。我還額外起訴了林洛兒造謠傳謠，侵犯我的名譽權，起訴紀南川人身傷害。雖然這倆人也沒有心力去應對任何案件了，病情惡化太快太迅猛。起初2個人還在同一個病房，後來2人反目成仇，在病房大打出手，醫院不得不將2人分開。在醫生的建議下，林洛兒和紀南川雙雙被轉到省醫院。沒多久，省醫院也束手無策，建議他們轉去首都醫院。給我包紮傷口的護士悄悄告訴我，不是醫生水平不行，而是病變的部位無法遏制，要給他們醫治就必須剔骨割肉，該截肢截肢，該切除切除。但紀南川拿刀對醫生進行死亡威脅，這消息傳遍了整個省的醫療圈子，沒有人敢給他們做這樣的手術，只能保守治療，用轉院的方式送走這2尊大佛。我聽了後唏噓不已，果然醫鬧要不得，怎麼會有人蠢到得罪自己的救命恩人？回到研究所的裴旭給我發消息，所裡已經清楚實情，再過幾天你就可以回來上班了。我喜不自禁，真的嗎？除了當科研狗就一無是處的我，終於保住了自己唯一的飯碗。別太高興，因為保管不力，工資還是要扣的。我還是很高興。研究所清楚192的危害，秉持着嚴謹的態度是負責任的做法，只扣工資已經是寬大處理。我回歸了平淡的科研生活，偶爾會在網上看到林洛兒和紀南川的後續。林洛兒最終還是接受了截肢手術，失去了雙手，事情卻沒有到此完結。之後長達2年的治療，2人像是被不斷切割的橡皮泥，哪裡病變切哪裡。到最後，紀南川的左腿只剩1根皮包骨，能撿回1條命已經是萬幸，而這條被懸索吊着的命，也隨時有崩斷的風險。受到輻射的部位可能會擴大，可能會導致細胞死亡，甚至會癌變，一切都無法預料。後來有一天，一個平靜的晚上，我從研究所回來，照例打開社交軟件，一刷新，在999加的評論裡看到其中一條，在實習的醫院看到紀南川和林洛兒了，2人只有50多公斤了。要不是看了病歷都沒敢認，一眼掃過，我沒多停留，照例更新了一篇科普文。腿邊被一個軟乎乎的生命抱住，軟萌的小孩撅起嘴告狀：“爸爸不抱寶寶，媽媽抱。”庭院裡，裴旭正認真細緻用雪堆砌滑梯，我狠狠揉搓了小孩肉乎乎的臉：“媽媽帶你出去打雪仗好不好？”我牽着孩子的手在雪堆裡翻滾，裴旭好不容易砌起來的滑梯被弄得支離破碎。我幸灾樂禍，哈哈大笑。他直起身，無奈地笑：“還能不能好了？”回應他的是小孩丟出去的雪球，天上飄着雪，依然很暖和。
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